Hello， 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Word 能够快速的搭建一个专业又好看的一个新闻类网站，那也可以说是一个杂志类的网站。那么网站里面会用到一款非常强大的免费的主题。那这个主题的话，它非常适合制作新闻类杂志类或者博客类的网站。哪怕你是零基础的小白，今天只要跟着我的步骤那你也一样可以制作出类似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网站。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它具备些什么功能。那在顶部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顶部的导航栏菜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闻的一些分类。那在这里呢，点开看可以看到关于作者的一个个人介绍，还有作者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些链接，上面会有一个滚动式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推送。那中间这里也是有一个轮播式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滑动，中间这里会显示一个新闻的头条，并且会自动进行一个轮播。在这个里面我们还可以对这个网站的配色进行一个修改。在右边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搜索功能，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下面是我们发布的一些文章左边这里也有一个搜索框，这里往下拉这里会有一个最新的一个 AI 新闻。那么在我们右边的这个位置还可以放上一个广告。我们做网站肯定是想要赚钱的，那在视频后面呢，我也会通过网站来盈利告诉大家如何通过网站来赚钱。网站的布局它也有很多种，比如说这是左图右文的这种类型，当然你也可以更改它的一个布局方式。如果说你不太喜欢这种布局，那等一会儿后面也会教到大家怎么样来更改这样的布局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来打造这个网站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标题当你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它下面会有一个横线出现就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儿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篇文章，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字体下沉，这儿还有一个引用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后面都会教到大家。那里面还有一些新闻的一些分类，那网站肯定会有很多的分类这些分类怎么样创建呢，都会告诉大家。所以在这儿哪怕你是零基础的小白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跟着我都能学会怎么样来制作这样的一个网站。那么视频里所用到的所有工具呢，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在我讲到哪一个工具的时候去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实操。 OK， 废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开始。好，那接下来搭建网站呢，我们一共需要几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呢，就先要获取到你的主机和域名。那第二步呢，就是安装你的网站程序。那么第三步就是安装模板、安装插件。最后一步对我们的整个网站来进行一个设计。首先我们从第一步开始我们去建网站，首先需要一个主机，需要一个域名。这里可能很多人也很疑惑特别是新手朋友。那么什么是域名？域名可以看到比如说现在带大家来到的这是Hostinger， 它是一个网站它是一个主机服务商提供的这样的一个APP。那么我们可以在顶上这里就可以看到3w.hostinger.com 这个就是一个域名，就是你网站的一个网址比如说我们看加 GPT 也是一样，GPT 里面它也是 3w 同样它也是 gpt.com， 这个就是 GPT 的一个网址。就像小鱼儿的这个网站这个频道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在顶上这里就是我的一个网址，别人呢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呢找到我的这个频道比如说我这里复制一下这个网址，然后在这个新窗口打开，那么别人可以通过这个网址直接来到我的频道首页。每个网站都有它的网址，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域名。那你也是需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网站的一个网址。这个网站的这个网址呢，你可以根据就像可以根据你的品牌来需要一个品牌来做这个网址。大部分的这个网站它都是用这个自己的品牌来把它加入到这个网址里面。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你还需要一个网站的主机也就是一个服务器。那这个网站的主机就是用来储存你网站上面的所有数据的一个空间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去搭建一个房子，那目的就是我们要在房子里面装我们的东西，比如说家具呀，比如说床比如说什么沙发呀，什么电器这些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框架有这样一个家，那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呢给它装进来。不然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你的
东西你不可能就随随便便的就摆在大街上啊，所以这个网站的主机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让它来装我们网站里边所有的一些数据啊。这个数据里面它包含，比如说就像这个里面的图片，这里面的这些文字，那么有的还有视频，它都会储存在这个主机上面。这种服务器一般情况下都是租用的。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主机，你的网站搭建就没有地方可以放哈，你的东西没有地方可以储存。好，那等一会儿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获取到一个免费的域名。那接下来我们呢，先来搞定主机服务器的一个问题啊。在这里我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 Hostinger 哈，这个 Hostinger 呢，它就是一家主机域名提供商啊，也是一个老牌，特别适合新手。那么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相关链接哈，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去打开链接啊，跟我一样来到这个页面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次进来的伙伴肯定也是啊，英文不太好，就像我一样哈。那么我们没有关系啊，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它点击右上角，我们把这个语言给它切换成这里切换成中文。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推荐 Hostinger 的一个原因哈，它有一个中文显示方式，并且这儿也有个中文客服哈，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在这里提问，并且呢还有一点哈，就是它付款的时候呢，它是支持一个支付宝付款的。现在市面上的其实这种主机服务提供商很多哈，但 Hostinger 是一家性价比比较高的哈，值得推荐的一家。小鱼儿所有的网站可以看到，我所有的网站呢，基本上都是搭建在 Hostinger 这个主机上面的。那么你可以通过谷歌的一些搜索，你可以看一下 Hostinger 的它的一个评价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它这里评分达到4.6，很多客户都是属于一个5星好评的。可以看到啊，在 Hostinger 的一个网页托管服务一段时间哈，我对其物超所值印象深刻啊，主要是它的性价比显而易见。那用户对它的一个使用速度呀、价格呀、客户支持呀，都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一个评分哈，比如说价格都是9.0以上的一个评分啊，总体它可以达到9.5的一个评分。那么 Hostinger 它提供卓越的功能啊，包括便捷的一些网站迁移、先进的缓存 SSL 的，以及适合初学者的网站构建器。Hostinger 呢，可以看到它的支持方面是通过24/7在线聊天、专业客服和 AI 助手所以它技术支持还是非常到位。并且最重要的一点你可以看到，哪怕你买了，你也不用担心可以看到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30天之内不满意，那随时随地30天之内都可以退。那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既实惠又稳定安全的主机的话，那么 Hostinger 建议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如何来购买这个虚拟主机。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这里提供了3个套餐。第一个呢是一个初级版，第二个是标准版，第三是一个高级版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一个需求来选择这个不同的套餐。那么它的活动可以看到，现在是75%折扣它的活动不定时会变现在购买1年的服务器呢，还可以赠送1年的一个域名，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单独去买域名。这3个套餐用的最多的，可以看到最热门的就是中间这个套餐。中间它也是属于一个商务套餐最开始我们刚刚开始搭建网站我们可以选择中间这个。如果说你想要一步搞定，想要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网站，那你可以直接你的手头比较宽裕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选择第3个因为第3个它是有一个独特的一个 IP 地址，它更稳定比如说你做电商的话，你肯定需要稳定，对不对？不能人家在付款的时候你这个半天赚不出来，这样的话顾客就容易跑掉了所以如果说根据网站不同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套餐。第一个就直接 pass 掉，第一个不推荐因为它没有一个每日备份这个它是每周备份的。每周备份，万一网站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你这个数据就可能就全没了这种每日备份的对我们来说是更安全的。还有按需备份，看一下防止任何数据丢失。所以如果说先要小试一下，那么你可以选择中间这个套餐那这个29.99一个月，它是人民币可以看一下。接下来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套餐，我们就直接点击进来稍等我们看一下这个套餐29.99，它是最多可以在这个服务器里面可以建50个网站它有50GB 的一个储存，每个网站呢还有5个邮箱可以免费使用1年，它还给你提供5个邮箱，还可以利用 AI 构建
电子商务网站，还可以通过免费的 CDN 享受最快的一个网站速度。网站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速度。OK， 那我们就直接选第2个点，选择套餐。接下来你要考虑的就是你要购买多长的时间这里它有1个月。1个月不会赠送一个免费域名所以我们买最少是1年如果说你是打算长期发展，建议你选择48个月。那么你购买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一个续费价格会更划算，并且呢，它赠送的更多。可以看到它包含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另外呢，它还额外的赠送你2个月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使用时间还多额外加了2个月。那么就算你可以看到我们选择48个月，但它这里48个月的套餐算下来也只需要1439。那么每日备份是不花钱的域名是不花钱的，2个额外的一个月份也是不花钱的，所以1000多块钱可以买整整4年这个还是很性价比很高了这里有个30天退款保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不好用。那你要先去用，对不对？你先用一下看，不好用30天之内，那你直接把它退掉就可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选好之后，我们就点一个继续。网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事情，那么你不管是做公司网站、个人网站还是什么网站，那都是需要长久做的不是说做几天就不做了，或者做1个月、2个月就不做了因为我们网站它是做的越久，那么你的自然流量就会越多你的排名就会越靠前，那别人在搜索的时候呢，就更容易搜到你的网站。比如说你是专门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如果我在这儿搜一个电商网站搭建，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做的刚好是这个关于网站的一个项目，别人在搜索的时候在谷歌这儿就会如果说你坚持做、长期做，在谷歌这里是可以搜到你的我们就做的越久，我们就可以获取到一些自然流量接下来就是一个账单地址这儿大概填一下就行了，来自哪个国家你就填哪个国家这带星号的就必填，那其他地方可填可不填，直接点击一个继续。这后面有个订单摘要你可以看一下它包含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它这里共计多少钱，直接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个付款方式了它的支付方式还是很多你可以选择什么 Visa 卡呀、银行卡呀，你还可以选择支付宝，还可以选择 PayPal， 还可以选择信用卡还有包括什么比特币这些都可以这儿我们就直接选择支付宝点击提交付款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里点一个继续这个时候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支付宝，点击支付宝的左上角的扫一扫，直接扫码付款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账号，就可能付款之前需要去注册一个账号接下来付完款之后，我们来登录一下把你刚才的一个注册的一个账号来登录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点击我的账户，登录进来之后你就会来到这个 Hosting 的后台。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的这里第2个选择网站我们这儿直接选择网站列表。那么后面以后你搭建好的所有网站呢，都会出现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前期可能有一些网站呢就属于一个试手你搭建好了之后，你就直接来到它的首页，登录进来之后，在后面呢直接把你不要的你随意搭建的网站这里直接删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中间这里这儿有个添加网站，直接点添加。在我们选择 WordPress， 为什么要选择 WordPress 因为 WordPress 是全世界非常主流的一个建站工具，有超过40%以上的网站它都是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的。它里面有很多的插件模板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后续遇到任何问题在网上也可以找到答案。这我们就点第1个就可以了当然你要选 AI 来帮你建站也是可以，你想要定制PHP 这个也是可以，上传代码也可以的从外部迁移网站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就选第1个。选好之后，接下来设置一下你管理的语言输入你的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这个邮箱非常重要，以后你登录你的网站后台的时候还需要用到这个邮箱来登录，所以一定要设置好这里设置好了之后，你还要设置一个管理员的密码，你自己设一个。那建议你呢是去拿一个本子，把这个管理员邮件和密码来给它保存下来。那么密码可以看到按它的要求来设置设置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就是你准备要建什么样的网站类型，你是想要用 AI 建站，还是用它里面的模板来建站？那这里呢，大家可以随便选，也可以选择不选直接点创建空白网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等一会儿
后面会用到一个专业的模板来搭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这种新闻类或者说杂志类的网站。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点一下，点击下一步。那么这儿他问你是想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网站，那么我们说了我们要建一个新闻博客网站，我们选博客。那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博客主题有很多哈，这里可以随意选一个，也可以这里比如说我看一下哈，有没有需要的，或者是随便，比如说这儿我就随便选一个。那这个时候它会直接跳转过来让你预览一下哈。这里有个返回，点一下它，点击一个使用主题，它这儿要选一个什么入门主题哈，其实可选也可不选哈，随便选一个也行，点击下一个。插件这里我们先不需要哈，我们先不用，等会儿需要什么插件我们再安装，点不需要安装插件。你希不希望用 AI 来生成那这儿我不需要用 AI， 我就直接跳过。好，接下来这儿要输入一下你的域名。刚才说了哈，你购买1年以上的服务器，它会送你1年的域名。这个时候你想好你的域名哈，你要拿什么来当做它的网址中间的这一部分，一个是用品牌，还是用你的名字，还是用什么公司的名字。想好之后呢，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域名，你可以把它直接输入到这个里面来。输入一个小鱼儿，可以看到它下面哈就有小鱼儿的一些这种域名，但是它这里都没有什么.com 的这种结尾了哈，都是一些这种不常见的一些结尾那么你可以选一个其实这个域名还挺贵的，可以看到200多这里也有几十的，也有几百的都有域名不等你可以想好你的域名，直接把它输入进来如果说下面有合适的，你就可以直接用，因为第一年他说过购买1年以上来，第一年它是免费的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域名设置好之后，直接输入到这里来。如果说还没有想好，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紧，大家也不要非得去立马给它想出来我们可以先使用临时域名。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就正在安装 WordPress， 正在帮我们，这个时候它就在把这个 WordPress 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这大概需要等待个几分钟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那视频看到这里，还有没订阅小鱼儿频道的朋友呢？你对网站建设感兴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说你想要搭建网站，你也可以在这里来搜索比如说电商独立站或者说单页，或者什么购物网站这些或者说是按需印刷这些你可以在这儿来搜索。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小鱼儿用到的所有的相关链接包括一些什么提示语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查找马上就安装完成了。 OK， 已经安装完成了。安装好了之后，它就自动的跳转到了我们网站的后台。那这里是 Hosting 了我们直接点击下面这个仪表盘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建站后台。首先我们可以先来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给它清理一下我们鼠标回到上面，这里有个显示选项，把它打开这些新闻我们不需要，把它全部勾取消掉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后面就非常的清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现在它长什么样子。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房子，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一下它。那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呢，它这里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这个首页现在就长这个样子。那等一会儿我们需要来把它安装上主题之后呢，来让它大变样。看到我们现在来到是首页这里呢我们要回到后台去操作。怎么样回到后台？鼠标来到左边可以看到这儿有个 W， 我们点一下它，这个 W 就可以一键带我们回到后台看一下。还有一种方法，我们把上面的这个网址，可以看到这个网址我们把它复制下来，因为我们搭建网站有可能你一天完不成因为这个网站的话我们可能不是1天2天能搭建完你要随时要进到这个后台来，你每次从头开始进比较麻烦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网址给它复制一下，也可以找一个笔记本把它粘贴下来，那下次进来的时候直接复制这个网址，在这个窗口来给它打开。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后台。有的时候因为你长时间都没有登录了过后你通过这个网址进来，它需要登录一下就是用你的注册的邮箱登录一下，管理员的邮箱登录一下，你就直接登录一下就 OK 了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在描述栏里面留言。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网址保存好之后，每次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然后在新窗口直接去粘贴就可以打开。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功能首先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文章，在文章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里面可以发布文章，
我们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这里去添加文章。那这里 WordPress 呢已经默认的帮我们发布了一篇文章在这里，这个我们不需要这里把它先移收至回收站让我们的后台整齐。接下来我们再到回收站这里底下点一个永久删除，就把它彻底清除。下次你要写文章，可以直接点上面这个添加文章在文章下面有添加文章，还有一个分类目录。这个分类目录的话，你可以对你网站进行分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媒体，媒体里面你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图片，或者添加一些视频或者什么图标之类的把它添加进来，它就在这个媒体库里面放着。网站需要的一些素材，我们都可以通过添加媒体来把它添加到网站里面来。再往下就是一个页面，这个页面大家知道，其实的话，一个网站它都不是单一的一个页面，比如说有什么家呀，有什么产品呐，有什么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样的一个分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网站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页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在这儿来添加页面，你就可以把你需要的一些常用的一些页面呢，点击这里把它添加进来，比如说什么隐私政策、退货政策什么联系我们等等这些页面呢，把它添加进来。这下面可以看到它也有默认的有一个页面在这里需要就要，不用我们就直接给它移至回收站，再点击回收站直接把它删除。接下来就是一个评论区，如果说别人在你的网站里面看了文章他对你这个文章进行了评论，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来看到他们的一些评论。这页面里面呢，它就会显示，那上面可以看到有审核的你可以把它审核了之后再来批准，或者说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移至什么垃圾邮箱或者到回收站都可以。不好的一些邮件，你想把它放在垃圾邮箱或者直接把它放在回收站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观，这个所谓的外观呢，其实就是我们首页的一个主题模板。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外观长什么样。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房子，点一个查看站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页，我们的主题模板。目前为止它就什么都没有。再来我们主题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想把它换成其他的主题这里面可以看到它其实主题很多，这上面你还可以添加主题。可以看到这下面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主题模板，比如说你想换一个模板比如说换成这个直接点一个安装，安装好了之后点一个启用。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页，可以看到我们换了模板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首页也发生了变化。WordPress 它是一款非常强大的一款建站平台它里面有超多的主题，可以看到这里热门的主题这里可以几千7000多种主题，有一些最新的有热门的你还可以在这里面去搜索主题，在这个上面它里面的主题呢有各行各业的你是哪个行业的，你选择适合的一个模板来安装，你也可以选择根据你的喜好来选模板。不过今天呢，我们这里是要做的是一期非常专业的关于新闻类的模板来搭建我们的网站，所以呢，我们这里暂时用不到这里面的这些模板。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这个主题，这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它的名字叫 Digital， 我们点这一个眼睛预览一下。那么我们大概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我们要做一个新闻网站的话，大概它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模板。那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页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呢，它是有免费版本和付费版本。那我们这儿需要把这个模板呢给它下载下来。那这里模板的下载地址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去描述栏去找一下这个链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这个模板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新闻类也可以说是杂志类的网站。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板呢来搭建出一个非常专业的这种新闻类的一个网站。或者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些什么杂志性的网站也没有问题。当然这里它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免费版的也有付费版的有普通版的也有高级版的。那么作为普通用户呢，我们用它的一个免费版就可以了这有个预览，这里有个下载，你可以点击这个预览来看一下它的大概的一个样子。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的酷非常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网站。我们等一会儿制作出来的效果也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就点中间的这个下载，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这个主题我们是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的。下载好了之后，你可以在你的右上角去找到这个文件。接下来我们回到 WordPress 的后台还是在外观这里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上传主题，我们点一下它，这里选择文件点一下它，
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下载的文件，双击，你也可以选择直接把它拖进来也是可以的。这里点击一个安装，可以看到这里主题已经安装成功了。安装成功之后，我们点击这儿有一个启用，我们直接点击启用。那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广告跳出来哈，我们点击这里右下角这里点击让它不再显示，这儿也是一样啊，点这个不再提醒。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这儿房子，可以看这有个房子，点一个查看站点。OK，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板就装上来了。装上来感觉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哈，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等一下我们还要来编辑这个模板，基本上现在就已经应用了这个模板，但是现在首页它什么内容都没有，因为等会儿我们要来添加。好，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插件，点击这个插件。那么这个插件就非常的神奇了哈，相信大家都会使用到手机哈，手机里面它有很多的 APP， 那这些 APP 就相当于插件一样。那么我们搭建网站，同样它里面也需要很多插件，需要很多 APP 来增强你网站的一个功能。因为如果单纯的只是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网站的话，它其实功能非常的简单。所以在这个 WordPress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点击左上角添加插件。所以为什么 WordPress 会有那么多人使用？为什么它是使用最多来建站平台之一？那么就是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插件，还有一些热门的插件啊。这个插件真的有成千上万种哈，你可以利用这些插件呢，大大增强你网站的一个功能。可以看到这些全都是一些实现你一些店铺的一些插件啊，这些想要功能强大，那么插件肯定是要安装的。我们回到左边点这个已安装插件，这儿 WordPress 它默认给我们安装了一些插件哈，但这些插件我们用不着。那除了这个缓存插件，这些呢我们都把它勾选掉，把它删除。点击批量操作，点击删除，点击应用，点确认。先点击把它禁用掉。禁用之后点应用啊，这儿需要先禁用再删除，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删除，点应用，选择批量，点应用，点确定。OK， 成功删除。那么我们就留下这一个缓存插件。那这个缓存插件它可以加快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哈。我们先把它禁用掉，等到我们网站建好之后呢，再来把它打开啊，到时候再来启用。那么我们把缓存插件给它禁用之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首页，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好，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下角的这一个用户，我们选择这儿有个个人资料，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更改一下我们网站后台的一些，比如说默认的一些颜色啊，你喜欢可以看到这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比如说我换一个颜色啊，这儿我换成一个带个棕色的，勾选一下，可以看到你勾选之后，我网站的这个颜色它就变了啊，这是我们后台的一个颜色哈。你喜欢哪种颜色？比如说你觉得哪种颜色看起来它不伤眼睛，你就可以使用哪种颜色，比如说个蓝色啊，这个颜色其实也还可以哈。那默认颜色它是这样黑色的，可以看到啊，站点语言这里，比如说我就选择一个简体中文，你也可以在这里改成你相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语言。那么这个是用户名。鼠标往下拉啊，这个昵称这里改一下哈，比如说我把它改成一个小鱼儿 AI 新闻，好，我这儿随便写一个，那这里把它改成小鱼儿 AI 新闻，这个是属于一个公开显示啊，后面你写的文章它会公开显示这个名字，所以这里一定要改，因为我们在发布文章之后呢，它会显示一个作者的名字啊，比如说作者是谁呀，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设置，进行一个更改。邮箱这儿呢，你可以。如果说你想换一下邮箱的话，你也可以改哈这个邮箱。好，这里全部改好之后呢，我们在下面啊，你可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你还可以重新设置一个新密码。改好之后，点击这里更新个人资料，必须要更新啊，如果不更新它是不会生效的。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下面有一个设置，那么这是一些常规的设置哈，我们先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站点的一个标题啊，把我这里标题给它改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在下面给它取一个副标题，那么别人在 Google 来搜索你的名字的时候，它会显示出来啊，它会给大家看。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搜索一个小鱼儿建站，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小鱼儿网站建设，那就在谷歌里面就能搜到我的频道啊，这里它会显示给大家看啊，这里你写什么名字的话，别人一旦点了你这个名字呢，它就会跳到你这个网站里面来。啊，这个刚才说的是针对于这个站点标题哈，副标题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那这个副标题你可以说一下你这个网站是做什么的哈，里面包含一些关键词，搜索关键词，你的网站。那么关于这个关键词这一块呢，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之前专门有给大家分享过一期哈，这个 Sriracha 啊，它的一个 SEO 的一个优化入门，它里面专门就是讲这些关键词怎么样啊，找到一些搜索关键词哈。这里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啊，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所以这个副标题呢，大家还是要用心去写一下。那么这个站点图标，这里你可以点一个站点图标啊，你可以加一个图标进去，可以看到很多平台，包括油管，它这里就有一个站点图标啊，它是外面是红色的，里面是个三角啊。这个 Google 呢是一个歌啊，是这一个每一个网站它都有它的一个站点图标哈，你也可以设置一个。这两个建议大家不要去动哈，还有管理员的邮箱，你想改的可以改。这儿你希不希望你的网站可以被别人注册？那如果说你允许别人注册，那么你就把这里勾上，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别人可以来到你的网站里面来注册成为你的会员。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站点的语言哈，这里鼠标往下拉就是日期的格式，你想怎么样展示？接下来是一个时间的格式哈，你想要哪种显示方式？比如说想要这种显示方式，你就选这个自定义才选择自定义，或者说你选择这样显示也可以。还有下午的一个选择显示方式哈，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就选这个。接下来我们在左下角这里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有个固定链接，固定链接这里可以改一下哈。那么强烈大家一定要在这里要选这个文章名，不要选择这种带有问号的，可以看一下。这种话它是不利于我们的一个搜索引擎哈，文章的一个排名。如果是在这里的话，文章名改好之后，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让我们网站的基本信息呢就已经设置好了，那我们就来发布我们网站的第一篇文章。怎么发布呢？我们先点了这个左上角的一个文章，我们点击上面这里有个添加文章。接下来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 Wordpress 一个编辑器哈，我们把它先给它关掉。怎么发布哈？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仔细往下看哈。建议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哈，有时间再慢慢的看一遍，如果不会你可以选择看第二遍。首先这里写的就是一个文章的标题，那我们写一篇什么新闻呢？其实做新闻网站哈有很多种，在这里哈我又用到了我的一个老朋友ChatGPT。现在 GPT 呢直接升级到了 GPT-5哈，真的挺牛的啊！这儿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建议你一定要来使用一下GPT 这里相关的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的链接或者说呢你想要升级的 GPT 呢，也有一个代充的一个链接哈，大家直接去描述栏找到链接。这儿我就直接问他可以做哪些新闻网站，要比较热门的，看的人比较多的哈，我让他给我几个主题。首先一个科技与 AI 前沿新闻哈，全球的财经、加密货币新闻，就是娱乐。那我对这个 AI 前沿新闻比较感兴趣哈，所以这里建议大家是要让 AI 来帮你搜索哈，帮我找一篇最近的 AI 前沿新闻，并写出新闻标题。帮我找一篇最近的 AI 前沿新闻，并进行改写，再写出新闻标题我要发布在我的新闻网站上，点击发送。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你直接在这里来搜索Google 里面来搜索 AI 新闻，其实有很多。那这里 AI 资讯这里 AI 最新的头条资讯，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随便点一条进来，可以看这就是一个 AI 新闻的一个标题，下面是新闻的内容。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引用呢？直接引用的话，它是有一个侵权的在里面的哈，你不能直接去用别人写好了现成的哈，这个是不能用的。这里面的 AI 新闻可以看到真的一抓一大把，各种新闻都有。他直接帮我去搜索到了一条 AI 新闻，这里是原文哈，南韩 AI 公司怎么样，这里是怎么样，它这里是原文，接下来是它改写后的这里有正文有标题。那么这里长短不合适哈，比如说我觉得它有点短了，我叫它写长一点也 OK。接下来这就是一个新闻标题，那我让它这个标题有点太长了，让它再简短一点，标题再简短一点，精简一点。那复制一下，标题就出来了。GPT 真的非常的好用哈，真的帮我省了很多的事儿把标题添加到这里，接下来我把这个正文内容把它复制下来。那改写之后，它就是一篇无版权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新闻哈。可以看到下面是输入正文的，上面是标题，那我们直接粘贴进来。OK，
这篇新闻就已经1分钟就搞定了。接下来呢，该怎么样去编辑，怎么样去改，怎么样去把字体更改啊，或者颜色加深啊，或者背景这些呢，对它进行一系列的更改。比如说我想让这一排字呢它再粗一点哈，比如我这里选择这个段落，选择一个标题啊，它整个就变了哈。列表这里面看一下啊，前面加了一个点儿。那这里你还可以给它排序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1出现了。这种文字的话，我还可以把它选中，比如说这一句，它是一个这句话的重中之重，我就给它加粗。看一下啊，这个它就给它加粗了。你选中之后，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系列的更改，可以看一下啊，有一系列的可以改的地方哈。这些比如说斜体呀，比如说你还可以在这里加链接哈。那我们点一下它，那这儿比如说我把我的频道的首页链接，那这个是小鱼儿的频道，小鱼儿也只有这一个网站建设的频道哈。如果说有其他出现的话，请大家也不要相信。那我这里复制一下这个，把我的链接粘贴到这里面，这里就点一下这个箭头符号提交。那么当有人点这个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我的频道去，这就是给我们的字来加链接，这个叫超级链接哈。你可以链接到任何你想链接到的地方去，比如说你要想跳到另外一个页面或者跳到另外一个网站都没有问题。这个链接可以看到，刚才我已经给它加了链接。这里可以看到你选中之后，这里会出现一支笔，点一下它，这儿有个高级点开，那我们这里让它在新窗口打开哈，这样它就不会把当前的页面呢，不会覆盖你当前的页面。那同时啊，你可以把这段话把它复制一下哈，在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一个段落，那你还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标题啊，让它变得更大一点。标题里面你可以看到，点击这个 H2， 它有好几种标题哈，标题1、标题2、标题3。那比如说我给它改成标题4啊，它就变得小了一点了啊。这个1、2、3、4的区别就在于，第一，它加粗了；第二，它的字体要比平时的你选择粗一点的，它这个 H2 和 H1 啊 ，H1 更大，看一下哈。数字越从1开始，它数字越大，它就字体就越大啊。比如说我们就选一个 H3 就可以了。那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一篇文章当中你至少是有一个标题。那我们顶部就写一个标题，不要写2个标题，这样你会让搜索引擎会把它搞懵，不知道该怎么搜索你哪一个。接下来哪一段重要或者哪一段不重要，那你这里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调整该加粗的加粗该写成标题的把它写成标题几。这里还有一个，比如说我选中这里选择了它用哪一个标题我把这个往下移动一下再给大家看。比如说这一段它是属于一个标题，我让它再大一点 H2。 这里它还有一个对齐文本，比如说你想让它怎样居中可以把它移到中间来，你想让它右对齐也是 OK 的，或者说是左对齐都 OK。比如说这里我让它居中，就直接让它居中。那这里呢，它是标题我觉得它很重要，我想给它加个背景也是可以的。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边，第一个是文章，看一下第二个是区块这里有个区块，我们选到区块，把这个字体给它加个背景。这里面有很多颜色，你看一下，比如说我加个浅浅的这个蓝色它就把这里整个就加了一个背景颜色。也可以加一个灰色、粉色，这个灰色其实可以，如果不要的话你就直接删除就可以了直接删除。也可以通过这边的区块来改字体的大小，比如说我给它改成 M、S， 你可以看到它越来越小这个就是越来越大。那文本的颜色呢也可以我们选中之后，文本的颜色可以看到在这里，文本的颜色，比如说我给它改成这个青蓝色，看一下整个文本的颜色也会变。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一篇文章就一个颜色看到底，并且一种字体看到底很多人他会出现一个审美疲劳所以我们标出重点，对标题这些都有给它区分开来。那么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在这里一个设置方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那在下面暂时先给它删掉。选中之后可以看到在这里有几个点，最下面这里就有一个删除。这儿我们比如说这里再来写一个，或者说这里直接还是把它删除删除之后你可以看到在后面这里有一个加号，这个加号我们可以点开看，可以看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区块你可以这里点击一个浏览全部，
那么你可以看它这里面非常多，那有文字方面的，有媒体方面的，还有设计方面的啊，还有小工具，这里面的非常多的一些区块，一些小部件。比如说在这里可以加入段落，也可以加入标题，也可以加入列表。那下面还可以加入图片啊，可以加入音频，这些都可以。比如说这里呢，我要上传一张图片，再点一下它啊，在这里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这我就随便上传一张。那么这样可以看到图片就加进来了。这里直接可以看这里右边这有个关闭区域，直接关掉哈。关掉你想要找到刚才的这些模块怎么找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直接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加号，你点开它也是同样可以在里面来加。它里面的工具哈都是一样的在2个不同的位置。这儿比如说我们看这边有一个分割符号，那比如说我们下面再加点其他的东西，我们点击这里，它页符有分割符。还有间隔的这种你可以看你要用哪个工具，我们比如说点它。如果说你想要把符号分割在上面，那你就把鼠标移到这个上面来；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符号加在下面，你就点到下面来。分开之后呢，比如说我们要加个视频进来，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潜入包括还有一个 Word 的一个链接潜入包括这里 Shopify 都有。这都是一些社交媒体，可以看到下面还有 TikTok 的我这里就举个例子，加入这个 YouTuber 的一个视频我回到我的首页，我这里随便搜索一个，再我复制一下图片，复制一下链接地址，好，把那个链接放到这个里面，这里就直接点一个潜入，然后鼠标往下拉，那可以看到，那我这个视频就潜入进来了。同样你要加其他的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模块。因为如果说你要做一个网站的话，那里面需要很多东西需要一些设计它的设计呢都需要这些模板来进行一个调用。那么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在这下面呢，那这个下面如果说我们想在这个下面呢放一个图文并茂的文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它有一个区块，有一个区块样板，有媒体。接下来我们选这个区块的样板，样板它这个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样板可以供我们选，你可以点开，这是全部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线程模板，这是一个横幅的一个模板这有一个客户评价的这儿还有一个图库的比如说这个图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可以挑一个比如说这里有线程的模板，这儿或者有关于文本方面的这里有图片有文本的你可以加入这个，直接点一下它 OK， 可以看这儿它的有文本文本的话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话可以，那这里有一个线程的模板，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比如说在这儿或者选中这整个区域看一下，这里我们选可以看到，你点进来之后呢，这里它有一个，比如说我想在这边加一个图片就这里点图片，这儿选图库，那这里可以看到加了一个图文并茂的还带按钮的这上面这些文字呢你都可以去改，可以看到这上面文字是可以改的也可以删除，也可以添加这些都可以直接改这下面图片可以看到，你选中之后可以这里看到它有一个替换，这里我就上传一张，这儿也是一样的你想替换这里就选中，它这里就会有一个替换。这个就是说套用一些现成的模板这样就不用我们自己去编辑自己去设计，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大家可以大概的理解一下它这里面一些编辑功能你可以大概的可以先了解一下，也是它的一个基础操作。删除刚才也讲过了，删除很简单，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3个点，这下面就有一个删除键，同时它有个删除Ctrl 加 Alt 加 Z 它有个快捷键，你直接按快捷键也可以这里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删除删除这个呢也可以先把它删除这个线也把它删除。那这个线也是一样你可以这里可以选中它，直接点击这里删除。好，接下来呢我就来正式的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来写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文章首先我们顶部就是一个标题，那么这里边已经有了这是标题大家去把标题想好，大家可以借鉴比如说有一些在百度里面可以直接搜索 AI 最新新闻，这里面你可以点进来看，其实新闻非常的多这儿各种新闻都有看在米经理推出了新功能，看一下这些都是最新的一些功能，一个 AI 新闻这儿呢你比如说米经理推出新功能，你可以把这个标题复制一下，
接下来这下面的内容哈，前面说了哈，我们不能直接把它复制粘贴过来，这个是不可以的。这里你可以改写哈，比如说你把这个内容复制了之后呢，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 GPT 啊，你把它复制过来之后，让它帮你来改写一下啊内容。或者在这里啊，其实可以直接让 GPT 啊，现在 GPT 5是刚刚发布出来的，现在其实非常好用。它不仅可以识图，可以生成照片，还可以帮我们写文章，还可以帮我们分析数据，还可以帮我们查询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直接让它帮我查询最近最热的 AI 新闻5篇，可以看分分钟的事情哈。这里点开它啊，这儿5篇新闻就出来了，想看哪一篇你就点哪一篇看一下。它这下面还给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哈，这里是这些新闻的一个大概的，它这里会讲一下。那上面已经改写了一篇了，这儿我就直接把它改好了，就把它直接复制一下，粘贴在这个下面。那么我们先留下2段就可以了。第一段话的话，这里我们还可以来给它加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这儿选好了第一段，点击这边啊右上角这儿有个设置按钮。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排版，排版这里可以看到它都是一些相关的外观啊、字间距啊、装饰啊、字母实按这些，还有这儿一个首字下沉。比如说我在这里给它加一个首字下沉，这儿我们点一下它，这里呢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一下啊，你就可以看到它在第一个字就变成了这样子了啊，它这个整个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给它添加的一个效果。鼠标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你想要再加东西，这里你点一下它，在后面会出现一个加号。比如说你想要增加一个段落，这里你要增加一个段落，这儿比如说我添一下哈，这里随便来复制一段复制一段短的，把它粘贴在这里。那这次呢，我们再次把它选中，选中之后这里有个段落，我们点开它，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就会出现什么标题啊、列表，这里有个引用。我们点一下这个引用文章，给它增加一个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添加一个引文，点一下它，比如说来源这儿 AI 新闻资讯，就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引用。这里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啊。那我们先保存一下，这里有一个查看文章，左下角点击查看文章。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效果。那这里引用之后可以看到它这儿在这个前面呢。它是有一条竖线的，有一条默认的竖线。这个下面你可以看到你这里来源于哪里，它也会给它加上一个竖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编辑。那下面呢，比如说这下面我们可以在这儿添加一个封面，这里点这个加号，直接在这里搜索封面。那这里点一下它这里你还可以选择这个封面的颜色，看一下它下面这里有这么多颜色。比如说这儿我弄一个浅蓝色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颜色除了在这边选的话，我们还可以到这边来选。那我们先把那个框给它选中，选中之后可以看到右边这里有一个样式，点开它这里就有一个覆盖，点开它这儿，比如说我给它换成一个粉色紫色这种青绿色的都可以，看一下那在这边你可以更改它的一个背景颜色，不要的情况下你就直接点击这个清除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刺眼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里面就写一段文字，这儿比如说我随便复制一段，粘贴在这个上面。那你也可以这样子给它添加一个背景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编辑你要知道它是这么个用法就行。这个字体可以看到你也可以点这边有变小，有 S， 还有更小的有 L。还有 XL 更大的大小就可以在这边来调节。那如果说我们这里不想要文字，我想要给它改成图片，把它替换成图片也是可以的。那这里直接给它删除，选中这个区域，点击这个样式。那么你也可以给它换一个背景图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里还是选中这个地方，选中之后这里有个添加媒体，这里有一个上传，可以看到这里呢就给它替换了一个背景。如果说你觉得这上面的文字它不是太显眼这儿找到文本，接下来你还可以把文字的颜色给它换一下，比如说换成其他颜色。这时候背景呢，你可以看到背景有点看不清这儿我们选中这个背景，选中这个区域，选中这个区域之后，可以看到这边还是点这个样式，这里有一个覆盖不透明度你可以看一下，你想要清晰一点看一下你可以拉一下你要想让它模糊一点也是可以的
让它有个背景也是可以的。那我这边替换哈，如果说这张图片不好，你直接点这个替换，我这儿给它换一张图片。我透明度这里就可以把它调一下哈，看一下。那字体的颜色的话，你就以看得见为主哈。文本的颜色，其实白色可以哈，这个颜色也行，白色也可以，那能看清楚上面的字就可以了。但是这些图片哈，大家要知道，这个图片是不能够去盗用别人的图片啊，这是有版权风险的啊。这儿我用到的一些图片啊，都是用 AI 生成的。因为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肯定会用到一些比较漂亮的一些图片，会找得你很头疼哈。图片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简单，因为有了 AI 工具。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我就直接用 GPT-5来帮我生成出来的啊，这儿都是用 GPT 生成出来的。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的一个账号，或者说你想要直接去用5的一个 GPT-5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直接去描述栏找到一个链接 GPT 的一个合租或者购买的链接。可以看到这些图片都是他给我生成的，但是现在呢我会用到另外一个 AI 工具哈，这儿我直接让他帮我生成了10组提示词，我这里就直接复制。我用到的生图工具呢，就是可伶 AI 哈，这个是国际版的哈，其实现在用的人应该是非常的多。它的图片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高清。这里可伶的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大家也可以找到链接啊，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点击进来之后呢，你用你的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新手朋友呢是有166个积分可以用的。这里我们点击这个积分看一下，它生成一个图片的话。生成一个图片哈，就只需要4个积分，或者说你只生成一张，只要2个积分哈，所以100多个积分呢，大家还是可以生很多图片。这儿我们点击生成图片这里可以根据，也可以文生图，也可以图生图哈，还可以参考图生图。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翻译一下哈。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可以重新设计，可以图片参考，文本生成图片。那我这儿就直接文本生成图片，输入我的提示词。接下来呢，你要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生成16:9，你想要输出几组，2张就选2啊。这里分辨率哈，就按照这个高分辨率就可以了。可以看到选择2张的情况下呢，它只需要2个积分哈，直接点击生成。那么任务已提交哈，稍微等待一下。再来生成一个，不用去等它哈，你直接想要生成的图直接输入进来就可以了。这儿我再来生成一点9:16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刚才的就已经生成好了。看一下，这是生成出来的一个 AI 的一个效果。那么在生成好了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直接下载。看一下，其实在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啊，其实基本上是找不到什么瑕疵，所以这样子你就有用不完的图片。那么这里生成好的图片，你可以看到哈，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强大啊！这里图片你还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直接生成视频，你也可以去修复，可以扩大。生成视频啊，这个视频还可以给它配上一个音乐。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这些生成好的图片给它下载就可以了。下载好了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刚才这个页面。这还有一些朋友啊，不想用其他的工具，那我们可以直接让 GPT 帮我分别。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会问你是否让我直接帮你批量生成这4张图片，看这样可以一次搞定。GPT-5的话是可以帮我们直接生图的。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GPT 生成出来的，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再直接就点击右键给它保存这图片你随时可以换这个是 GPT 生成出来的，效果其实也不错。那么可以看到，这其实我们这里图片呢这些弄好之后，如果说这个图片不满意，你也可以换你也可以使用可伶来生成一些图片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 GPT。如果说你用的是 GPT-5的一个升级版本或者 GPT Plus， 你用的是 GPT-5的版本的话，它是可以生图的，可以看它生成出来的图片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建议大家一定要购买一个可以来到我的视频下方，打开这个描述栏，打开这里更多，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会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购买，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银河录像局包括我用的这个 GPT 都是银河录像局提供的。那么往下拉，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很多工具有需要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进行购买。那我们找到这个 AI 服务在这里就有一个 GPT 有一个 GPT Plus 的一个购买，直接点击进来。在这儿呢，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选你可以，它这里有个银河 AI， 它虽然便宜但是这个是国内的那你可以选择有一个共享会员相当于是一个月付，一个合租的可以看到10人月付、4人月付，这是合租的。我个人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独立会员。那这里你可以直接来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会员的账号，这儿直接点击这里付款就可以了。可能有的时候用起来它也比较卡顿
而且大家都在用啊，也避免很多问题哈。用独立就会更加的好。其实1个月，也还好哈，价格还是比较划算。因为我们平时哈，如果说你做网站啥的呀，你或者说是做一些什么办公之类的啊，你很多时候都会用到这个 GPT 啊。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找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让它上了生成出来的图片啊，这个都是 AI 生成出来的。接下来鼠标往下拉，这下面你还可以在这里再来添加一点文本。这里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再来加一点文本。下面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图片，这里点击上传，你就把图片加进来。那在下面这里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文章的结尾，你可以把它粘贴在这个下面。你甚至还可以在这里来添加一个按钮，直接就可以拖过来。比如说在这里输入一个查看更多啊，你还可以在这上面添加一个链接哈。比如说你加一个链接进来，比如说它可以跳到所有文章的页面也是可以的哈，你就把你整个文章页了的链接给它放在这里。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右边，点击这里文章，鼠标往下拉，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分类目录哈，我们可以来给它分一下类。比如说这里添加分类哈，这个是属于一个 AI 新闻、人工智能。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到时候你还可以把它添加上一些其他的分类啊，你还可以点这里继续新增分类。下面往下拉，这里还有个标签哈，你可以给这个新闻添加一些标签，比如说这篇新闻。那么这里它工作还没有结束哈，我们可以点一个新的窗口，点一个新聊天，给我写10个新闻标签，根据以下内容呢，给我写10个标签。好，内容粘贴到这里。它这儿还给我排序了，其实我们不需要排序，直接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其实 GPT 哈，它真的能帮我们做很多工作哈，就相当于你真的请了一个专业的助手一样的。OK， 这里把所有的标签布置在这个里面。完了之后，鼠标往上拉，这里有个设置特色图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封面图，文章的封面图。这里点击一下，这儿我下载一张我用 GPT 生成出来的，点这里一个下载，也可以直接给它点击鼠标右键，直接把它保存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这里我点击上传，把它添加进来。那么这里这个图片啊，其实你还可以对它你点这个图片，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辑哈。比如说你想要裁剪呐，或者缩放啊，或者旋转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图片是可以进行编辑的啊。这里我们直接点右下角设置特色图片，它这里也可以替换啊，看呀，也可以移除。好了，这我们就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保存，文章已更新，可以看到左下角这我们点击查看文章，或者说点击右上角这里也有一个查看文章。首先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标题哈，这是我们的封面图，就在最顶上。这下面是我们新闻的一些相关内容哈。这是一些图片，下面是我们的一个标签哈，它就展示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在这里来写一篇文章的思路哈，大概的一个流程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也很简单。保存好之后，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 W 回到后台扣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刚才写的这篇文章。接下来的步骤呢，就是重复这样刚才的这个动作啊，你可以写几篇甚至几十篇文章出来，把它放在这个文章页。因为一篇文章确实太少了，我们要让我们整个网站要让这个文章页多一些文章。目前我们就只有这一篇文章我在这里这里一个一个的去编辑，一个一个去添加，有点慢哈。为了能够加快一个进度的话，接下来我们去安装一个文章的一个复印插件哈，大家也可以安装一个，这样以后就可以快速复制文章。那么就会给你节约很多时间哈，你只需要去改里面的相关内容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要想仔细一点呢，大家也可以不用按照我这个方法哈，因为我这里毕竟是为了这个时间哈。你自己做网站的话，你想要流量好，这个复制粘贴过来的肯定是不行它不能得到搜索引擎的一个认可你的网站也获取不到排名，那更不要说排名靠前哈。这里只是一个我的一个教程的一个展示。当然我们首先找到这里有一个插件，找这个添加插件，在这个右上角这里搜索插件，这个插件就是可以快速帮我们复制的一个插件。那么这个第一个可以看到它已经有几百万人的安装了，我们这里点一个立即安装。那这儿我使用的所有的插件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都可以去描述栏去找。接下来点击一个启用，好，可以看到现在我这个插件就已经安装好。接下来我们再点击旁边的这个文章，点所有文章。因为我们安装了这个插件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科尔。如果说你没有安装这个插件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软件这个科尔就是一个克隆的意思。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它，
可以看到第2篇出来了，再点击，想要多少篇文章哈，直接复制就可以了。这里复制，继续复制，接着复制，可以看到啊，这一下子就出来了1、2、3、4、5、6、7篇文章，这样就加快了我们的网站的一个进度哈。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情呢，就是直接把它改写文章，里面的所有都需要改哈。比如说第2个，我们这里点一个编辑，这里面所有的内容都要改，包括标题、封面这些。可以看到它正在快速的搜索，整理了7篇 AI 热点新闻。那第1篇导语正文改写的稿子，这儿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标题，把这个标题给它改一下，把里面的封面图换一下，改写完了再改写下一篇，方法都是一样的哈，就改就可以了。好，这里呢我们把这里所有的全部都改好之后，可以看到这里啊，所有的标题里面的图片都已经改好了。大家都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其实原理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文章的内容是大家需要花时间去慢慢去写的。比如说就像这个OpenAI CEO 谈这个 GPT-5，你可以呢把相关的信息呢去新闻去进行搜索，搜索之后呢再进行改写，把所有的相关内容呢把它复制到这个里面来。所以这个还是大家要去花点时间，花点精力。那么我这里只是一个演示所以呢里面很多内容也没有完全改。但是你们要做到的就是让它里面的内容都是真实性的需要你们去核实。接下来我点开这个所有文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所有的文章。接下来我们再到首页来看一下，那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里面所有的图片就完全焕然一新了。中间这里可以看这是我其实这个图片是用 GPT 生成出来的，这些图片基本上都是用 GPT 生成出来的还有用可伶生成出来的。那这种效果呢，可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你不想要上面的文字比如说我这里随便拿一张图片出来，这张图片里面它有文字我不想要这个文字直接去掉图片里面的文字，人物显示全身 OK， 这些都是可以改的你想让它怎么改都可以，图片直接发送给他。这上面也是有一个滑动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个轮播的效果。那么韩国可以推出什么超人的一个 GPT-4-1 OpenAI CEO 谈这个 GPT-5都是各种一些 AI 新闻中所有的封面图内容全部都要改。可以看，其实现在我们就是用 AI 生成了一些非常专业漂亮的一些图片，那么整个这个首页呢看起来就又不一样了。那鼠标往下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写的几篇文章在下面。好，现在我们的文章的话，基本上文章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我们首页的一些布局比如说看一下它的一个顶部栏这边是它的一个侧边栏，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右边这里可以增加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增加一些轮播的图片，还可以增加，比如说以后想要打广告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呢，在这儿加一个广告区域。视频看到这里，大家接着往下看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来进行操作。现在我们先来改右边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要显示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这儿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这里回到后台也跟大家讲过有2种方法。比如说这里鼠标拉到顶，它左上角有个 W， 点它也可以直接回到后台这里可以看一下点 W 它是直接带你回到后台。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个外观，外观里面有个可以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一个小工具，我们先把它先关一下。那这些小工具它控制我们首页右边的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这些工具。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是可以看到这里和这边是一模一样的。看一下在小工具里面你还是没有收到任何评论这边和这边显示是一样的说明我们每个区域都可以来改，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改我们先一个一个来。那么这里有个倒三角，你可以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区块。我们先来改首页，那么首页就第一个点开它，鼠标往下拉，比如说这里有个加号，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下在这里搜索一个 O 这个搜索，这个我们点开它点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给它改一下，可以叫做关注，我们更新一下，点击右上角。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里刷新一下，看一下，鼠标往下拉，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注我们。这个时候它的位置也是可以移动，也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回到这里来可以这儿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把它想往上拖移，你可以移到这前面来，你也可以往这上面移动，刷新一下看一下。那这里我们还是把它放下来吧，
你也可以拖动移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上下符号哈，你也可以直接这样移动，也可以直接把它移到这个上面来，再刷新看一下啊，这里系统还没有更新，那你要把它移下来，就把它点这个往下移。那我们把它到这个，在这个搜索框的下面啊，移到这个搜索框的下面。接下来可以看到它这下面有很多社交媒体哈，那么我们可以给这些媒体加一些链接，直接点击进来。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管理社交图标，我们它直接点一个离开。接下来在这里面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箭头符号进来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几个社交媒体啊，在这里面你可以添加它的链接。比如说第一个哈，你有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设置，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可以加它的一个链接。那这里还有个箭头符号，你可以点开，比如说你还可以换它的图标啊，这个图标都是对的，我们就没必要去动它。那如果说你有 IG 的哈，你也可以把 IG 的链接加进来，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YouTuber 啊，这里呢，比如说我把我这个频道首页的链接地址给它加进来啊，可以把链接加在这个里面啊，图标这里也是对的，这个第一个图标。当有人哈他来点击这个油管的这个图标的时候，他就会跳转到我的这个频道首页。那你加什么链接，它就会跳到哪个链接。好，这里你看一下，设置好了之后，你就点击上面的一个发布，一定要点发布，不点发布它是保存不了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点左边这个叉给它关掉啊，它又会回到小工具的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再来到首页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是油管，这些每一个都可以加链接。比如说我点一下这个，那因为我刚才加了链接哈，看它就能跳转到我的一个网站频道。这个就是加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方式。接下来你还可以添加图片啊，可以看这里还有个加号，点一下它。这儿比如说加一个图片，点上传，这里加一个图片进来。这个图片如果说是想做封面图不满意啊，就重新来生成就好了。这儿你想替换，可以看到这里就直接有一个替换哈，直接换一张就可以了。这个图片啊，可以看到它背面这里有个边界哈，你可以把它缩小，你也可以把它缩小一点。这儿也有个裁剪，看一下，比如说你想把它减小一点也可以哈，你直接把它缩小也可以，替换就直接重新上传，大小可以看到都可以调，你要小一点也可以小一点。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看到让它怎么样居中对齐，让它居中，就像它向左对齐的。好，点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就出现了一张图片了，添加的照片它就会显示到这个位置来。同样呢，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个轮播图哈，也是没问题。那我们再来回到这里，教一下大家怎么样用这些哈，还是点击这个加号，这次在这里搜索一个 CAR， 那这里搜索一个 CAR 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个添加。接下来这里输入一个名字，可以输入一个最新新闻，最新 AI 新闻。这里有个分类哈，你看一下要让它在哪个分类下面。比如说什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分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类啊，你分类了之后呢，它就会显示在那个分类下面。如果说你没分类的话，它就会随机帮我们生成。这儿我就先不分类哈，这儿点击一个更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儿首页刷新一下。OK， 在下面你可以看到它就出现了这个最新新闻。这里呢，它就是随机的会显示一些这些新闻在这里比如说一些最新的 AI 新闻，它就会在这儿显示它是属于轮播的这种方式它会选几篇文章随机的进行轮播。那么这个区域好了之后呢，我们一点了更新，点击这里把它收起来，再我们点击这个给它收起来。接下来我们点下一个，点开它，下一个区域，这里还是点加号，这儿搜索一个 POST 下面这个点击一下它。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标题也是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 AI 芯片。改好之后这儿点一个更新。好，这里改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左上角点击查看站点，在左上角这儿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首页的一些布局还有颜色等等，如果说你想要更多功能的话，都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颜色哈，这里有个颜色类别，可以看到这儿有个颜色哈，我们直接点击进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网站的主要颜色就是这个橘黄色。比如这个颜色可以看到这里标题的地方哈，这些地方搜索这些地方它都是这个颜色。那如果不喜欢我们点开它，那我们可以换，比如说我把它换成一个绿色的看一下就变成绿色的了。看一下这些地方或者说你把它变成紫色，那这里就变成紫色了。如果说你想回到原来，你就点击这旁边的刷新它就恢复到原来了。颜色方面你都可以在这里来整体的设置，它有颜色2，总共里面有10多个颜色。我们这里你如果改了，你就点一下发布，这儿点一个返回，这儿有一个全局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进来。
那这下面有个侧边栏的一个选项，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一些布局啊，比如说侧边栏的布局啊，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我们首页的一个布局，比如说它现在是使用的是这个，那我们可以改成这个 ，OK， 它就会有一些变化啊，或者是用这个，还有这种布局，那你喜欢哪一种？你觉得放起来好看一点，你就选哪一种。那这里还有这种，这里大家改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是我们首页的一个布局哈。鼠标往下拉，这个是第二个，是我们纯侧边栏的一个布局，就是单页面的一个布局。第三个是文章的一个布局啊，第四个是一个页面的一个布局。那这里只是带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些我们要改它的布局在哪里改，这儿我们不用去点击它，也不用去改它。那我们点这里返回，这样我们点第二个。第二个载入动画它有什么用呢？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网页等了很久，没有加载出来的情况下来，它会出现一个动画。这里有一个启用站点啊，我们这里把启用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你启用的时候，比如说半天没有打开啊，它就会显示这样的一个动画啊，就不会很空哈，就一直在那加载中。这种呢，它会显示一个动画，你可以把它打开。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上点击返回到下一个网站的一个样式。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儿我点击这里有个打开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个顶部边框的一个样式。比如说它这里有个边框的颜色哈，你可以来更改它，它默认的颜色是这个颜色。这儿点击个返回，我们默认的就可以了。下面就是一个网站的布局，默认的是给我们是这种的，可以看到是属于一个整个页面是帮我们铺满的。它还有这种布局，你看你喜欢哪一种，你就可以改哪一种。这里的话，我觉得默认的就挺好的，就这种全屏的就可以啊。那这里还有一个网站内容全球的布局，可以看到它有这种显示方式，有这种啊。我个人觉得大家都默认的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这一个返回，看一下下面一个悬停的一个效果。那么这种悬停动画的效果，可以看它这儿一共有几种效果哈。比如说看一下我们鼠标放到这个字体上面，它下面是有根线出现的，这种就叫一个悬停效果啊。它这里是选的是这种，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可以看到你鼠标拿上来，它会把整个字覆盖哈，这个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这种没有哈，这种一共就3种，我觉得这个挺神奇的啊。鼠标点上来你就能看到它能够把这个字体哈给你加上颜色。那还有一个图画悬停的效果，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是默认是没有的哈，下面也有这个啊，它有一个放大的效果，看一下啊，你鼠标拿上来，它有一个放大的效果，这我们就选了默认就可以。那这里鼠标来看一下哈，它也有2种，如果你改过了，这就要点一个发布，接下来点这里一个返回，就是一个社交图标啊，这个图标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哈，这里你可以在这里加链接啊，你也可以在这里改图标，你选中可以看到你。点这里这个图标哈，它就会跳出来很多图标，你选其他的也可以。还有一个方法，比如说这里我没有 Facebook， 那我就把这个眼睛给它关掉，那这里它就不会显示。那我只有一个 YouTuber， 那你就放这一个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把它关掉啊，这样就可以了。你有什么你就放什么，你的社交媒体链接。好，接下来这里你可以点一个发布，鼠标往上拉，我们再点一个返回，再看一下这里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也可以给它改一下。那么这个按钮可以点一下这里啊，可以看到按钮的标签，再点一下它。比如说这个图标这上面有这么多种图标哈，你也可以不要图标，你可以显示这种都可以。你可以选一个，比如说这个，它就变成一个箭头符号，或者这样也是可以的，或者用这个手指也是可以的啊，用这个也可以。后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改了之后，我们鼠标往下拉，它这里就变成一个箭头符号了。看一下，如果说你再把它改成。我把它改成这种，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2条这种2个三角这样的。好，把这后面的文字给它改一下，查看全文，这个文字就改了。这就是标签上面的一个文字。那下面这里的话，如果说你懂代码，你可以来动它啊；你不懂代码，这我们就不用管它。好了，这我们点一个发布 ，OK， 点这里继续返回。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侧边栏的一个选项。侧边栏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哈，再往下就是一个痕迹导航选项，不用去动它。再往下就是我们滚动到顶部的一个按钮，就是这个按钮。我们点进来看一下。那么这里可以看滚动到顶部的一个可见性哈，比如说你在电脑上显示，在平板显示也在手机上显示了，我们就把它选中。接下来就是这里哈，你要输入代码，你想改一下这个，想改一下它。但是你又不会写代码怎么办呢？接下来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这里可以把它截图下来把它发给 GPT 啊，因为 GPT 的话，在 GPT-5的话，它是有一个识图的功能，
它是可以直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想改一下这个按钮的颜色，就是回到影部按钮的颜色，但是需要你写代码。好，这儿我就直接发送，看它会不会帮我们写。OK， 这里看一下啊，它给出了代码在这里面啊。我这人不爱动脑筋，我就问他能不能直接复制哈，越简单越好。这儿复制一下，把这个代码粘贴到这个里面。我点击一个发布看一下，好，这儿复制这个代码就行了。OK， 按这种方法去改就可以了。点这里返回，再点一个返回键。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站点图标，那我们来改一下我们的这个 logo。鼠标往上拉啊 ，logo 在哪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看一下。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点进来改你的这个 logo， 这儿可以选择 logo， 就是我们站点的一个 logo， 你可以把你的 logo 传进来。如果说你还没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像我这样用文字表示。那这个它是在哪里更改的啊？这个就在我们一开始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这里有一个设置，这个常规里面。站点标题啊，这个就在这里。如果说你想要其他的不一样的文字，你在这里改。这里改好之后呢，那么这儿呢它就会显示的，你的文字会显示在这里啊。这儿比如说我想上传一个图标，点击选择 logo， 这我加一个 logo 进来，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这个 logo， 点选择。它这里是，如果说你要裁剪就裁剪，不裁剪就直接跳过裁剪。OK， 看一下这上面我这个 logo 就有了。啊，它这就有一个独特的一个 logo 在这里了。那么这 logo 最好可以看到后面最好是透明的哈，最好是把这个背景去掉。而这里这个大小哈，你可以选中它啊，这个大小我们可以在这下面调，可以看你想要大一点，或者说你想要小一点啊，这里可以调整。第二可以看到这里它会出现两个哈，有一个文字的一个 logo， 还有一个我们图标的 logo。那这么怎么办呢？我们只想显示一个，也有方法，我们先点一个发布。点一个返回，这里有网站标题，鼠标往下拉，这儿它有个显示这个网站标题，有个显示网站描述，这两个我们都把它去掉。去掉过后可以看到，你这里勾，你如果不显示它，这里还会出现一个笔，这里把它勾掉。好，这儿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这一个 logo 了。点击一个发布。好，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里，鼠标往上拉，点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啊，它这里有个分类颜色，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儿可以看到，我现在呢没有什么分类哈，那这个分类颜色是在显示在哪里？给大家看一下啊，比如说可以看这儿，那它原本是一个黑色的哈，当我鼠标放上来，它就是一个啊这个橘黄色的哈，这两个颜色啊，你这里也可以改，比如说我点开它，那我把这个橘色给它改成一个绿色，好，接下来看一下，那我们放上来它就变成了绿色哈，这我们就用它原本的就可以了，再点击一个返回，接下来有一个排版字体。点进来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字体的一个大小哈，都可以改的。比如这里是一个标题，你可以点开标题的大小，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哈。那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它上下的一个宽度哈，是它的一个上下的高度。字体的话这儿可以调哈，比如说你想要多60的、600的啊，这个是按钮的哈，按钮的大小看一下。这下面就是内容哈，这内容的一个大小，比如说我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字体大小也是可以调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在哪里调就可以了哈。那整体看起来还是要协调。改好之后这儿点一个发布，那点这里返回，接下来是一个页眉的图片，鼠标往上拉，就最顶上这里我们还可以插一张图片。那这个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呢？后期你的网站做大以后，你接了一些广告哈，它需要在顶部这些地方来打开它。那么这些广告就会出现在顶部，怎么设置啊？比如说这里点一个啊，添加图像啊，上传一下。它有些活动呢，比如说满多少减多少啊，或者说是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哈，也可以展示在这个上面。那我这儿就随便选一张图片啊，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选择裁剪啊，它这个显示不了这么多，就裁剪一点。OK， 那它就会显示在这个位置啊，看一下哈，在这个最顶部这里。因为后期的话，你可能啊，当你的网站越做越好的时候，你会接到一些广告啊，有的他会找你来投放一些广告，比如说一些什么 AI 广告啊，或者这些什么杂七杂八的广告哈，那你就可以让它显示在这个首页。那比如说这样啊，放一个什么关于 AI 方面的一个广告哈，这个上面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上面。这里发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效果。我这儿刷新一下，可以看到它大概在这个上面显示的哈。这儿目前我们不需要，就直接把它删除。一些广告商他投放广告的话，那肯定这个广告位置也是很重要的哈。
这里可以看到你这个图片也是可以随时替换的。那我们鼠标再返回哈，其实可以看到首页这里面有很多功能哈。我刚才只给大家看了一小部分，这下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呢是一个顶部的标题，这里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你是否要显示这个顶部的这些信息。那么不需要的话，这个顶部这一栏你可以把它关掉。可以看到现在就没有了。打开它是这种哈，这上面它会显示一个时间，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啊，这后面还有个什么电子邮箱啊，这些不需要可以把它关掉。那这个社交媒体的链接哈，我们下面这个地方也会有哈，所以这上面显不显示都没有关系啊。有一个显示在导航菜单里面显示一些新闻哈，比如说是一些显示社交媒体，如果不显示你也可以给它关掉哈。显示一些新闻，但这里要把上面台打开哈。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会滚动显示一些新闻。那么社交媒体也显示啊，这里会移到中间来。它在显示的内容可以看一下啊，这里面还可以选哈可以看，比如说过去7天或者今天的，或者过去7天的或者本周的，你要显示全部哈，这里你就让它点开这个还挺好玩的，看一下哈，它还会滚动显示。那么这个留着其实还可以哈。这里好了之后，我们就点一个发布。那这儿我们就鼠标往上拉，返回，我们也再回到首页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可以看到哈，这上面这儿就有一个滚动的新闻了你想看什么新闻，你都可以直接在这里看一下。那它这个新闻哈，它也可以选择今天的，也可以选择这个星期的，都没有问题，就非常的像一个专业的一个新闻网站了。左边是时间右边是社交媒体，中间就是一些滚动的一些新闻消息。现在我们点击这里一个返回它这里有个主页的一个选项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广告横幅，我们可以点进来改一下。接下来就是这里有一个主页的一个选项这儿我们直接点击进来，这儿就是一个排版看一下，你可以选择这种排版左右两边的这种排版，也可以选择这种排版我觉得这种排版也还是不错。那看你喜欢哪一种布局如果说你觉得这种布局还可以我觉得这种布局也可以它其实默认的这个布局呢也还是可以。那下面也可以设置一下，标题可以改一下，比如说热点新闻 AI 新闻。那这里帖子标题也可以改一下，近期新闻。可以看这儿就是近期新闻改好了。那这里热点 AI 新闻没问题，点发布，鼠标往上拉，再次点击这个返回。这里一个博客还有一个单页面，这儿我们点击进来，那它有博客有个单页面。那比如说你要设置单页面怎么显示，你可以点击进来，这单个页面因为现在我们显示的这是首页，比如说我点一个单页面去显示一下，点一下这个单页面就显示一个页面 OK， 这就是一个单页面。那么显示相关新闻，鼠标往下拉，它这里有一个相关的新闻，你要不要这可以给它关掉，关掉下面就没有了。那还有个设计可以看一下，这里点开，你要想要一个怎样的一个布局这儿同样有3个布局，包括帖子的一个标题这些大小都字体的大小都可以改。那这里相关文章我们还是可以让它显示那这些字体如果说你想改，你就直接点进来改就可以了。好了之后记得点一个发布，点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可以看它下面还有一些什么主题页角底部页角这些还有一些背景等等这些，它里面的这些设置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这儿呢我就挑了几个重点给大家讲更多的大家就去多看一下不会的你都可以问 GPT。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些其他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顶部可以加一些什么。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顶部目前为止在这儿呢它还没有菜单，还没有一个导航栏还没有。那这里我们可以放上比如说首页其他的一些菜单都可以把它放到这个上面来。大家现在再看我们的这一个新闻网站看起来是不是要专业很多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增加我们的一个顶部的一个导航栏。我们点击左上角 W 回到后台。好，接下来鼠标回到左边，点击外观。外观里面呢我们找到这个菜单。好，接下来我们来增加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我们先点击左边的 W 回到后台。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外观，点击下面这里一个菜单。这里菜单我们的名字给它找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叫主菜单。那你要增加到哪个区域？这儿我们选了这个 My Header 点击中间这一个，选一个创建菜单。现在我们这个菜单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菜单，比如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自定义啊，这里有一个自定义链接，下面文字我写个首页。那你希望你的首页这个链接呢跳转到哪个地方？比如说这里啊，你就把网址添加上来。这儿比如说我让它跳转到我的频道首页啊，我这随意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就把链接粘贴到这里。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把你的网站首页的链接地址把它复制到里面也是可以的。这里点击添加至菜单啊，可以看到现在里面就有了一个首页了。接下来我们点一个保存菜单。好，我们现在刷新来看，点击左上角刷新，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就多了一个首页出现在这里了。一般情况下，我们顶部的上面会放上我们首页的链接，放上一些整个网站的其他栏目的一些链接。那我们来设置一下啊，这里面还有一些分类哈，我们还要继续设置。在来设置菜单之前呢，我们先去找到文章，我们先去分一下类，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话，目前为止看一下，它这里面没有什么分类。我们先找到文章，点击所有文章，文章这里面有个分类目录，点一下它。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网站的目录先建好，它这儿还没有任何的分类，它不知道怎么分类的，直接问 GPT 哈，让它给我分类。首先第一个什么模型与算法突破，这里分类名称写一下，这里点一个添加分类，那这里就有了一个了。AI 应用落地，什么 AI 政策，你可以把你的相关的跟这方面相关的一些新闻呢，就把它分类到这些目录里面。那为了给大家演示啊，我这儿是随便写几个。OK，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里面就有很多分类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点击这个外观，同样点击下面这个菜单啊，这个菜单里面它就只有一个首页，我们可以把刚才其他的 AI 相关的一些分类新闻加进来。这里我们点这个分类目录，点击这儿查看所有啊，这是刚才加的。那如果说你这里没有看到分类目录这几个字，你鼠标往上拉，这里有一个右上角点击显示选项，这儿要把这个分类目录给它打开。打开之后，这下面你才能看到这个分类目录。那这些呢，接下来都可以把它选上。这里添加至菜单 ，OK， 这边就多了几个，可以看一下。那么添加好之后呢，如果说你想把哪一个新闻重点新闻放前面，比如说一个 AI 软件硬件，你要把它往前拉就可以了啊。它的上下的它的一个位置是可以挪动的。好了，之后我们点击一个保存菜单，因为这儿要保存之后才会生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 ，OK， 看一下啊，这些菜单就出来了。那么这儿哈，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些效果啊，要加一些图标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首页前面，我想给它加的一个图标。啊，别人一看这个就知道是首页。那这个怎么加呢？啊，我们鼠标还是回到后台，首页这里可以看到这儿首页，点击倒三角啊，这里面首页啊，这儿需要有一串小代码啊，这个代码大家也不要反感哈，我们可以去找啊现成的一个代码，你只要跟着我一步一步操作哈。那么在这个网站，这里相关的网站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下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图标，我们可以直接来引用一下，直接点击中间这里有个搜索按钮。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 home， 首先可以看到第一个哈，就是这个首页的一个图标，后面这些可以看到带这种 PRO 的，这种都是属于付费的哈，我们就选择这个免费的就可以装机它。装机之后可以看到中间这里它就有个代码，可以点一下啊，已经 copy 啊，已经把它复制好了啊，我们把这个代码就把它粘贴过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导航标签的这个首页的前面。Ctrl 加 V 粘贴上，点击保存菜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啊，这儿多了一个这个图标。这个图标啊，大家看到这个图标就知道是首页的一个意思。那这里如果说你不想让它挨得太近哈，这个中间给它稍微空格一下也可以，再保存一下，刷新一下。OK， 那这儿中间它就会稍微空一点哈，不会靠那么近，这样效果也更好。那么同时呢，哪一个是重点新闻，你还可以在上面给它加一个标签。那么这个标签怎么加啊？鼠标还是回到这里菜单这儿。那我们先点击右上角显示选项，我们要先把这个描述给它打开。接下来呢，比如说这个 AI 应用落地，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倒三角，在这个描述这里呢，我就输入一个重要的点击一个保存啊。接下来大家再看，刷新一下，记得一定要刷新，不然它没更新。可以看。AI 应用落地上面多了一个标签，那么这就是一个效果。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加一点符号哈。那这儿我是没有，我就直接这样让它加了一个标。
这个呢重点推荐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来让它呢可以给它标出来。现在可以看到我刚才新增加的这些里面它还没有任何的新闻，新增加的这些类目里面都是空的。那么我怎么样我要把这些文章给它加到这些菜单栏里面来，还是回到后台点击文章，这是所有的，这里我们可以选之后，这里点批量操作，这里点开，它这里有个编辑，点完编辑点一个应用，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分类里面都是空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给它选中，这儿全部给它选中，选中之后呢，这些文章就会跑到这些分类里面来，点一个更新。如果说你不想要，你也可以把它前面有个叉给它取消掉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随便点一个看一下，它里面就有文章了，刚才是没有的。你可以对应把相关的文章呢，把它放在对应的分类目录里面这儿我只是简单的演示所以这里面并没有去分过大家要做新闻网站的话，这里是需要去区分的。好，这里点击这个就是一个首页。那因为我刚才首页里面添加了我的频道链接，可以看我一点首页，它就回到我的这个频道里面来了。这个首页的链接我还是把它改一下，找到外观，找到菜单，找到这个首页的网址这儿那这个才是它的首页我们把这个首页复制一下，把我的油管频道的链接给它换一下，再来保存一下。OK， 现在刷新一下，那我再来点一个首页，看一下它这个才是这个网站的首页。那么接下来鼠标可以看这里有个3条线，你点一下它。目前为止这里面都是空白的，其实这个区域我们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可以来加上我们的一个个人信息，比如说关注我们啦。那等会儿我来教大家怎么添加。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站这里有了分类了也有了我们的 logo。现在整个首页的话看起来其实就已经非常的专业了，就像一个专业的一个新闻网站。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杂志网站，也可以改成个人博客网站，也可以把它改成设计网站等等，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改里面的图片和文章的类型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按钮这点开之后里面没有，我们来把它利用起来。那我们可以放一下关于作者的一些信息。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外观这里外观里面有个小工具，点到这个小工具。那我们先点这个三角，OK， 点击这里有一个 hard TOGGLE， 那点这个点一下它倒三角，它这里啥都没有，我们要加一点，我们就在这个内容区域里面来进行添加。首先我们点加号，那这儿我们先添加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什么呢？比如说这里就关于作者，那这里更新一下。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刷新一下，再点这个三条横线这里有一个关于作者了因为整个页面的话它没有作者的一个介绍这儿我们可以放一个。好，继续。接下来点这个加号，我们要增加一个作者的一个图片，点添加图片，点上传。那这儿我就随便上传了一张它这儿可以裁剪，你看一下，太长了，把它，对，我只需要一个4:3的这上面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长宽比3:2、3:4，差不多这样就行了。点一个应用，那下面我们还要再继续添加，随便往下拉，点加号，在这里还是点一个标题，这儿写什么呢？就比如说关注我，或者说就直接写个关注小鱼儿。你可以在这里可以添加上你的链接加上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当然这儿也可以直接搜索一个，比如说点，当然这儿我们也可以不用它，直接添加一下，这儿输入一个 SO， 这儿我们添加，在这里标题这儿就直接输入一个关注下面再加一个，这里输入一个 POS， 那么就这个点击添加，这儿输入一个最新新闻。比如说下面这里可以点开，可以选一个你比如说选一个什么 AI 应用随便选一个。那么你不选也可以不选它就默认随机帮你显示。全放好了之后，这儿点一个更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点击这里3个横线 ，OK， 这里就已经设置成功了。那么这下面的新闻呢，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刷新出来这里作者的一个图片社交媒体都有了。这样看起来它就会更加的专业。在这个底部你可以看一下，下面你还可以添加一些分类，也可以。那我们再来搜索一下，
点击添加，这儿输入一个分类，这有一个分类列表，添加一下，这里就添加进来，点一个更新。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它下面这里分类就已经加进来了。现在呢，我们整个网站的布局就已经没有问题了。接下来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问题，那这个新闻网站它靠什么来赚钱啊？这个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可能你刚开始做的话，你的网站没有什么流量啊，但是你一定啊要勤劳，要不停的发文章，不停的更新文章，慢慢的你的文章呢被 Google 收录，那么你网站的流量慢慢的就会有流量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变现，怎么样赚钱。那目前比较主流的就是在网站上面啊，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找的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区域来挂广告啊，那你可以通过广告来赚取一个收入。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联盟营销来赚钱。我们可以在网站上呢来推广一些产品，一旦有人通过这个产品，通过我们的链接呢，点到对应的商品页面去购买产品，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佣金提成。那比如说我的这个网站做好了，我想通过我的网站赚钱，我想推广一些产品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联盟比较好的联盟营销给大家它的名字就叫 Fiverr。 它是个什么网站？Fiverr 其实相信很多人你也听过它是一个全球知名的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平台。Fiverr 是一家国外的一家由众多自由职业者提供服务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它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有需求的雇主呢会在上面购买各式各样的服务。比如说上面的服务通常$5起步，有设计营销写作翻译视频制作音乐制作配音网站建设等等。全世界很多的一个自由职业者通常都会入驻 Fiverr 提供自己的服务，你有什么专业你就可以提供什么专业，从而来赚取一个佣金。简单的说就是出售你的技能，你有一技之长你就可以在上面去放上你相应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服务类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Fiverr 的平台，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外，很多你不想做的或者说你做不到的，你都可以花钱在这上面来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做。比如说设计文案等等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能做的这里面的服务非常的多，不管是哪业的各行各业的都没有问题。包括还有如果说你做网站，你会遇到一些报税的一些问题同样在这上面你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财务它直接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通过 Fiverr 这个平台来赚钱呢？我们可以加入 Fiverr 的一个联盟营销，来推广 Fiverr 平台上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里 Fiverr 的一个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去打开链接。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 Fiverr 的一个申请联盟的一个页面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通过 Fiverr 联盟计划推荐世界一流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并且从你推荐的每一位首次买家那里赚取一个收入，这里直接点击加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 Fiverr 它的佣金提成是怎么算的大家先找到这个页面这里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那么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佣金的一个比例。首先第一步就是上面你要先申请加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佣金结构。它的佣金结构可以看到有3种，第一种第二种，第3种。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选择推广它中间的中间这种，它首单是70%，可以看一下。那这里建议就选择第2种方式它这里首单可以看到是70%的一个佣金，还算是给的是比较高的它这里说的是首单比如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你可能国外的一些社交媒体需要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推广，那这个人他就可以帮你完成社交媒体的一些管理等等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Fiverr 上面所有的都有比如说你要做什么建筑设计这些，如果说你想找也是 OK 的。比如说这里什么网站设计这里点开它这里面就是帮你设计网站的，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它的价格可以看到它有几个版也是有基础的，标准的200多的话可以看到比如说它这个全部的金额要262这里有70%的佣金，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你就可以赚183我们就拿这个来举的例子。
那佣金啊算是非常的不错了。不光是第一单哈，那未来呢，买家在未来10个月内进行的每次购买了，你都有12%的一个收入分成啊，未来的订单你还可以获得10%。所以说，在这个 Fiverr 联盟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兼职赚钱的一个平台。新手的话，你这里注册哈，基本上都能通过，它没有什么太高的门槛啊，这个就非常适合新手。你只需要点击这里一个立即加入，接下来去填一些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这里呢，它会问你的一些相关信息，你来自哪个国家，这里填好就点击下一页啊，跟着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这里填写所有的都是用英文进行填写啊，这就相当于给你自己申请注册一个账号。这里因为我已经注册好了，接下来我就直接进入到后台来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进行操作。这个就是我的一个Fiverr 的一个后台。那比如说现在呢，我想在我的频道首页大概这个位置呢，我想放上一个广告，那怎么做呢啊？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认真看。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后台，还是外观这里选择这个小工具，这里点击这个倒三角，还是选择第一个 LED， 这里把它点开，我们把它拉到最底部，点击这里一个增加区块，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 HTML 啊，下面这个自定义啊，这个自定义 HTML， 那这里我们直接点击它。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广告的代码填到这里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 Fiverr 的后台啊，回到 Fiverr 的后台。那么以后如果说你有推荐成功，可以看到你的佣金就会显示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就点击第二个。那这个是一个营销工具哈，它这里就点下一个，这里所有的营销工具啊，点开它。那我们可以来获取一张广告。比如说我们想推广一下 Fiverr 的哪一个推广哪一个社交媒体，就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个 TikTok 的广告啊，这里就是专门做 TikTok 广告的。那比如说我想推广这些，那现在很多人做网站也好，卖东西也好，都需要推广，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儿呢，我们把顶上这个链接给它复制一下，回到我们的后台，在这里呢，这里点一下，点击进来，这里点一个保存。好，接下来你可以在里面去找一个。好，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比如在下面这里有一个，上面是复制链接，下面是复制代码，我们就复制这个代码，回到我们的页面，把这个代码添加到里面，复制进来之后，这儿我们点击一个更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我们的首页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让我们的这个广告呢就添加到这里来了啊，这是一个广告词条。它会自动的插入到这个位置来。最后我们把这个广告给它往上移，移到最顶部去。怎么移呢？这里我们点击这里往上移，再接着往上移，再往上移，再往上移，移到最顶上，点一个更新。好，刷新一下，可以看到它就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最上面的这个位置。当有人点击这个链接以后你可以点一下它看一下，可以看到它会自动跳转到 Fiverr 的这个平台。就是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页面这里面就是它会提供的这些服务，那么它需要哪一个呢？它就可以直接点哪一个，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多除了这一篇的话，你拉到底还有第二篇、第三篇，一共可以看到有1万多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到 Fiverr 的后台这样的广告横幅非常的多你拉到底可以看到这里，你还可以显示这里还有下一页，各种各样的都有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拉到底还有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么你想换一个，换成其他的也没有问题。那么你也可以自己在上面像我刚才一样的把链接加到这里去生成。那后面这个链接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这个链接，那在这个位置或者在这些位置放上一个相关的链接也没有问题。回到后台，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第一个点一下它最新的新闻，比如说这里图片选中它。那很多图片都可以加链接的，你可以把链接直接加进去到时候人家点也同样可以跳转到这个 Fiverr 这个平台上面来。如果说你有成交的话，成交以后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钱给转出来。那再来我们就要到这里来添加一个转出到你的一个哪个账号里面，怎么设置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 Fiverr 的后台，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一个 Payments， 点开它。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我已经提现过了我的账户呢已经设置好了。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该怎么设置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左下角，这里有一个我们的账号设置，这里点击这个账号设置，这儿我已经填写好了。
接下来呢，你可以到这里来编辑一下哈，这里有个编辑信息，拉到底可以看到你要把你的钱转到哪个账户里面，比如说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转到你的 PayPal 里面。也可以转到你的派安银里面这里把这里全部设置好就可以了。PayPal 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直接用你的大陆身份证来申请一个 PayPal 的账号就可以了。这个 PayPal 呢，它其实在国外是非常实用的，就相当于国内的支付宝一样都可以申请。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派安银，那派安银来进行一个收款派安银也同样用我们的身份证号就可以注册一个派安银的一个账号这里相关链接派安银呢也好，PayPal的这一个申请的一个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派安银的话其实也还是可以，非常好用，在描述栏找到这个链接可以来看一下。那你可以把它先注册一下。没有收款账号的朋友就可以去注册一个收款账号，因为这里我们要进行联盟营销的话，我们要收款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收款账号，这是一种方式可以推广来通过推广广告来赚取一个收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 Google 广告的一个联盟营销，同样的这个就是允许在我们网站上呢来展示广告来获取一个收入。那我们会在这个上面放入一个广告位，当有人预览广告他点击到对应的广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个相应的一个佣金。但这个它并不适合刚刚开始建站的一些朋友，因为新网站你如果说去申请这种广告的话，一般是申请不过的其实申请也非常的简单只需3步，可以看到注册、设置、开始创收3步就可以了。但是新网站是没办法的刚开始大家也不要去申请。那么这个申请 Google 的广告账户的这个链接我也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了。因为这个 Google 广告的话，它对我们网站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它需要我们网站呢，首先第一是原创，第二是要高质量的内容。当你的网站做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做了个1年左右了，那你的网站有稳定的流量，那文章的数量呢可能也有上百篇、几百篇的文章了，到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申请就可以来到这里来去申请。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就是 Google 你申请 Google AdSense 一些基本的要求。第一你的网站呢必须是原创的内容你不能去复制或者是去转载别人的内容。那如果说包含非原创的内容的话，那你去申请这种它的一个审核的话，一般是通不过的，是过不了的。那么你想想这个 Google 是最大的一个搜索引擎，你的内容、你的文章是不是原创它一下子就能直接扫一下就知道了你的网站呢里面不能有侵权的内容，不能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色情什么残忍的一些内容，还不能有一些什么仇恨暴力什么歧视性的一些内容等等要有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网站。还有呢，你的网站呢需要加载速度比较快，不管是说用平板端或者手机端，或者说是什么电脑端访问的话，那它的速度都要快。内容数量的话，前期的话，如果说你要申请，还得你至少要有准备个30到50篇高质量的文章，那么每篇文章的数量的话，至少是不能低于500个字，而且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要保持你网站定期的一个更新保持你网站的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点呢，你要做一个你的网站里面要做一个隐私政策页面。这个隐私政策对于网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来做一个隐私政策。那不会写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这里直接让 GPT 帮我写一个。那这里我们就去建一个页面，来到后台直接点页面，点个添加页面，页面标题就叫隐私政策，这儿我们就直接复制就可以了。当然我这里只是演示大家肯定要根据你的相关内容来改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页。接下来你肯定是要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更改我这演示我就直接复制了好了，这我们再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页面，还需要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这里点击 W 回来，再点添加页面，联系我们页面这里可以看到，复制一下，添加到这里面。这里面都要改，比如说里面你的联系方式你的工资地址你的邮箱这些都要填我们把具体的邮箱地址、电话这些全部都要把它填好，这样可以增加你网站的一个可信度到时候你再去申请这个 Google 广告的时候它的通过率呢会高一点。好，这儿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最后你还可以去安装一个 Google 的一个插件Google 广告的一个插件，来控制我们网站里面的 Google 广告显示的一个位置。比如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插件，点击这里添加插件，
它这个插件的名字就叫 AED， 就这个插件。插件的名字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啊，大家去复制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了 AdSense 的广告账户的话，你可以直接登录啊，这里我们把它立即安装一下。没有的情况，你就直接去注册一个哈。当然，你可以后期哈，你要你的网站流量稳定之后，你再去申请。你要把你的网站的一个代码啊，前提是你的网站，你要把你的网站先加进来，让它去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啊，到时候广告才会显示。申请广告都是后续的事情了，大家后续呢，把你的新闻网站也好，博客网站也好做好之后啊，再去申请一个谷歌的广告。那么今天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这个是小鱼的一个做的一个新闻网站，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啊。这里用到的所有的相关工具呢，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开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去进行复制或者打开链接，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那么有任何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说你想要搭建其他的网站，你也可以到小鱼儿的频道首页来搜索啊，比如说电商网站啊，像这个电商独立站搭建，好，也是一期非常详细的干货教程。那包括一些什么购物网站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品牌网站啊，还有一些简单的一页式的网站哈都有。如果你是刚刚入门的新手朋友呢，我就建议你来看小鱼的这期视频啊，3小时的零基础的哈，你可以弄清楚建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哈，你就知道你 Elementor 里面所有的相关的一些模块啊，这些怎么样去操作哈，你就会了解以后想搭什么网站都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期视频。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啊！大家一定要点赞支持，再见喽。